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68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今天在视频开始之前，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球鞋的场地感和缓震之间更加需要哪一项？如果你更加需要场地感或者是反应性，那你可以继续看下去。但是如果你需要的就是更为出色的缓震，那你就可以关闭这个视频了，好吧？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恭喜所有留下继续观看这一期视频的兄弟们，你们即将解锁近几年里面场地感最出色、反应性最优秀的后卫鞋，甚至没有之一。没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这一双李宁的808三代。上一代的808在推出之前，大家对于它都充满了期待，但是在面世之后被喷的可以算是一文不值。不管是普通版还是 Ultra 版，在实战方面的表现都不算出色，甚至可以说是比较糟糕的。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可能就是它比较不错的外观，而这一次的三代在外观方面我觉得确实有所下降，不知道你觉得如何？在重量方面，单支42码的808三代普通版重量是392克，对于一双鞋帮这么低的后卫鞋来说，在重量方面的表现并不算出色。好在它中后段的锁定做得比较不错，穿在脚上的实际体感重量还是比较轻质的。在尺码的选择方面依旧不偏码，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码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在实战方面，我们依旧还从大底开始说起。在上一代身上极为出色的抓地力，在这一代身上得到了延续，它的抓地表现依旧非常出色，在干净的木地板上能够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不会有任何一丝犹豫，并且它的大底与地面摩擦所发出的声音非常大，绝对的音控档复音。而且它在吸灰方面的表现也同样非常出色，在有灰尘的场地上，它的抓地力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下降，抓地绝对是属于 T0 级别的一个存在，真的特别棒。在拥有出色抓地力的同时，它在耐磨方面的表现也特别出色，大底的纹路深度非常可观，并且橡胶的硬度也特别高，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在75左右，非常棒。即使是用来打水泥地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这一双鞋的大底、抓地与耐磨一手抓，两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出色，不管是什么场地它都可以适配。在中底方面，这一代的进步非常的明显，上一代的808不管是什么版本，它们最大的缺陷就是整体的中底刚性实在是太糟糕了，导致整一双鞋的强度偏低，如果打一些高强度的比赛，我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去应对。而这一代的最大一个变化就是它在鞋垫上面加入了一块硬度极高并且面积也比较大的 TPU 材料，在中间位置处还做出了加强筋的处理，硬度表现非常出色。虽然把鞋垫放在内部的时候，你去扭动这一双鞋，感觉它的强度表现好像还是不怎么样。造成这一个现象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鞋垫与外壳之间的贴合度比较低。但是当你穿上这一双鞋，系紧鞋带开始打球之后，你并不会觉得它的强度不够用。在侧向蹬地或者是大幅度变向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它的整体刚性完全够用，脚底下的球鞋它的整体姿态是可以保持的非常不错的，不会出现特别夸张的形变，并且在上一代身上饱受诟病的足弓支撑问题，在这一代身上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鞋垫在足弓处做出了非常明显的抬起，穿上脚之后，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在足弓处的承托感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它的外壳在足弓处也做出了针对性的加强。穿这一双鞋打球，并不会感觉到足弓处的疲惫感或者是拉扯感，在足弓支撑方面的提升非常明显。还有一点大家会比较在意的就是它中底有没有内扣的情况。刚上脚的时候确实没有，但是在穿着一段时间之后，在你发力突破的动作做多了之后，它的中底就会慢慢的在发力点位置处出现形变，因此而出现一定的前掌内扣的现象。但是这种正常的内扣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还能让你在突破的时候更好的去发力。但是像之前的海沃德4代这一种由于外侧硬度太高而硬生生的把你往内侧去推的这一种内扣，这一种是真的有点难受的，这种情况的内扣才是真正的反人类设计。所以像这一双鞋身上这种内扣的情况，我个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你是那种买了一双篮球鞋之后，平时走路也会穿，一整天就指着一双鞋霍霍，那所有存在内扣的篮球鞋都不适合你去选择。
尤其是还处在发育阶段的青少年们，这一类的鞋款对于你们的足部健康会比较不利，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一双鞋身上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身上现象级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表现。这一双鞋一上脚，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它的场地感表现非常出色，中底重心非常低，非常贴地，并且在突破的过程中不会有一丝的泄力感，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的直接，只要你发力蹬地，脚底下几乎不会有任何的迟滞，再加上它 T0 级别的抓地力表现，在突破的过程中真的特别爽。如果你喜欢突破，这一双鞋你一定会喜欢。不过过于极致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就注定了这一双鞋在缓震方面不会有太好的表现，即使是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也能明显感觉到它缓震的不足。如果单纯用脚后跟着地，震脚的感觉会非常的明显。不过它的整体脚感还是挺不错的，不至于太硬，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一副鞋垫跟 GT Cut 一代有着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在穿进去的时候，鞋垫与袜子之间的摩擦力实在是太大了，在穿进去的过程中，袜子经常会被带得变形，这一点还是比较难受的。不过在穿进去了之后，它所提供给你的极为出色的鞋垫与袜子之间的摩擦力，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在包裹方面并不出色的这一个问题。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略微偏宽的鞋楦，对于脚型的适配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宽脚的兄弟选择它也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它的鞋舌也使用了分离式的鞋舌，高脚背的兄弟也可以选择这一双鞋。但是由于它的内部填充做的比较少，鞋面比较薄，脚在鞋内并不能得到出色的静态包裹，总感觉脚在鞋内的每一个地方好像都有空隙。好在它的鞋垫与双脚之间的摩擦力足够的大，穿它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是侧向蹬地的时候，脚在鞋内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位移，急停急起的时候也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动态锁定确实十分出色。不过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较少的内部填充虽然让它在静态包裹方面有些许的损失，但是让它拥有了极为出色的透气性表现，夏天穿它打球也完全不会出现捂脚的现象，这一点还是好评的。而大面积的热熔材料加上工程网布，让它拥有了极为出色的鞋面强度，再加上球鞋侧面大面积的硬质 TPU 包围，进一步让球鞋的侧向支撑得到了提升。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双脚，整体的支撑表现完全没有问题，用来打高强度的比赛也绝对够用。但是由于它的鞋帮高度真的非常低，再加上它极为出色的抓地表现，如果你的脚踝力量不够出色，你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驾驭这一双鞋。我就出现过在穿它打球的过程中，在一次大力的侧向蹬地过程中小扭了那么一下，还好我立刻掰了回来，没有出现太严重的伤病。过于出色的抓地力以及极致的鞋帮高度，这些都给这一双鞋带来了一定的穿着门槛。如果你没有出色的下肢力量，这一双鞋你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驾驭它，这一点你必须要了解到。虽然我穿这一双鞋出现了一次崴脚的情况，但是这一双鞋在稳定性方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宽大的大底、极低的中底重心以及较硬的中底材料，这些都让这一双鞋在稳定性方面得到了保证。穿这一双鞋打球的感觉还是非常安心的，做动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S 减，如果要给它一个比较客观一些的评价，可能 B 加或者是 A 减会比较适合它。一个极致的鞋款注定不可能适合所有人，一个极致的鞋款也注定了它就会是一双极度偏科的鞋款。它拥有着出色的抓地力、反应性、场地感，但是它的缓震以及保护性都算不上出色，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差的。如果你喜欢突破，比较依赖第一步爆发突破，就喜欢这种贴地感强的篮球鞋，那这一双鞋你一定会喜欢。现在200多的价格，你可以先买一双试试，确实喜欢直接囤个几双，毕竟能找到一双真正自己喜欢的篮球鞋，真正自己适合的篮球鞋是真的非常困难的。相反，如果你更加注重的是球鞋的缓震，想要更好的脚感，那这一双鞋一定不会是你想要的。一个极致的鞋款就注定了喜欢它的人会非常的喜欢它，不喜欢它的人就算送给他，他也不一定要。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